so special. What I do is not for you. Forget about it. You made this. Forget about it. Hush. 我居然和一个陌生人上床了。哎呦，欣欣，你快来医院！你弟弟开车出车祸了，医生说最少要准备50万。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妈，阿战呢？阿战怎么样了？肇事司机呢？他不应该有相应的赔偿吗？交警判定阿战逆行全责，还要赔钱给人家修车。现在是讨论这个的时候吗？你当务之急是想办法给你弟弟凑齐医药费。我一个小秘书刚上班半年不到，哪有那么多钱？妈，咱们想办法跟亲戚朋友们借一借，把钱凑一凑，以后这个钱我来想办法还。凑钱简单，你弟弟撞的那个车主的老婆生不出儿子，你去给他生，一个50万，2个100万。爸，我不去，给我走！爸，你放开我！于先生，您的意思是说，昨天您和一个女人发生了关系之后，您没有感觉到不适，而且很享受。在您今天尝试接触其他的女人之后，您还是跟之前一样感觉到不适，是吗？那您还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？我知道就不用来找你。臭小子，我今天找大师给你算了，说你红鸾心动了，但是一招桃花煞，你要找个阳年阳月阳日的女人结婚，才能挡过这一劫。奶奶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您还信这个？我不管，你今天要是不找个姑娘结婚，我就马上飞回国。这病爱谁治谁治。行，你别胡闹，我马上按照您说的找个姑娘结啊。爸，你开门！爸，你要多少钱我都出去给你挣。爸，我才22，我不想这辈子毁了人生。爸，这是救你弟弟，朝廷不要这么自私，伺候好刘先生，别惯着他硬。不要，爸，你开门啊！你干什么？没看到老子都在办事吗？啊！他叫什么？算了，无关紧要，只要能安抚住奶奶，让她安心治病就好。也是阳年阳月阳日生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的丈夫。这张卡里有500万，是给你的报酬。但是我有2个要求：第一，替我处理各种女人的费用；第二，3年内不准抛头露面，以云太太的身份在外招摇撞骗，一旦违反，一意为刑。为什么是我？这名字，这脸，怎么好像有点眼熟？太太，请移步玉林山庄。你人呢？10分钟后我要看到你出现在我办公室，迟到1分钟扣500。和于玉结婚1年后，我才知道我的丈夫竟然是我西山人的上司。于是在这3年里，我在玉林山庄是于玉乖巧听话的妻子，替他处理与各种女人的绯闻。在公司，
我是云玉身边最得力干练的秘书，只是云总好。从不知道我就是他结婚3年的妻子，但我依然很感激他。迟到3分钟，1500从你这个月工资扣，没意见吧？您高兴就好。谁是老板，谁是爹，我这个牛马哪里有意见？通知法务，准备一份离婚协议，我要离婚。离婚？3个月后我会正式宣布离婚。你提前准备好这件事情的危机公关预案，我不希望到时候出现任何有关于云氏的负面影响。那您离婚的理由是？女方见钱眼开，唯利是图，不符合我对妻子的标准。这不是他自愿转的吗？再加一条，女方性冷淡，无法满足正常的夫妻生活。这些理由够了吗？你怎么知道我性冷淡？小秘书，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云总您真是英明神武，我马上就通知法务部帮您拟离婚协议。奶奶，臭小子，马上带我的孙媳妇儿来双子大酒店，我要见她。奶奶，您回国了？对呀，这些年我一直在国外，你小子说结婚了，却一直搪塞我，不带孙媳妇儿来见我，那我只好亲自回来看她。赶紧的，把人带过来。当年和那个女人签了为期3年的结婚协议，还剩3个月期吗？如果现在带她去见奶奶，难免她会生出一些不该有的心思。可奶奶又要见她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出去！好的，云总。哇，这乔秘书啊，不愧是公司里公认排名第1的老婆人选，真是又温柔又贤惠。咱们秘书部这么多人，怎么云总只点名道姓找某人？该不会某人已经背着我们爬上了云总的床吧？见过马桶在厕所里的，没见过马桶在人嘴里的。乔欣，你骂谁呢？谁接话我就骂谁了。别用你肮脏的思想随意揣测别人。你想爬床，不代表我也想。像云玉这种自大狂妄的男人，我不稀罕。就这点战斗力。像云玉这种狂妄自大的男人，没兴趣。乔秘书，那你现在是在干什么？投怀送抱？说不长眼。对不起，云总。给我过来。当着云总的面骂他，乔欣要完喽。倩姐，等乔欣滚了，你成了云总身边的红人，可别忘了咱们见面记得呀。看你们表现喽。你让我假扮您的妻子去骗老夫人？不行，不能骗老太太。50万。我不是这种人。150万。真，不行。不去也行，辱骂领导，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。等会人事会给你解除劳动合同，并且云氏的法务会对你提起诉讼。好了，你现在可以出去了。我们什么时候去？我准备准备。现在就去。云总，您为什么不带您原来的妻子？明天下班前把员工手册抄一遍送到我办公室，让你好好温习一下什么叫不该问的别问。狗男人！我诚恳的建议你一下，以后骂我在心里骂，不然我怕你工资不够扣。
刚才我似乎对这个女人不怎么厌恶。哎呦，你没事吧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啊，我没事儿，谢谢你，姑娘。哎呀，你人真好。您没事就好。欣欣，你人呢？明天周六，今晚出来攒个局聚聚呗，我请客，点几个男模陪你，让你尝尝不同男人的滋味。今天没空，下次吧。你要加班？不是，陪人演戏，骗一个老太太。原以为你是个好人，结果是个小骗子。哼！真是一个奇怪的老太太。算了，反正以后也不会遇到。奶奶，这是乔欣，您孙媳妇。奶奶好。小骗子，你陪着他来演戏，骗我这个老太婆？什么演戏？奶奶，我说的演戏是帮我朋友骗她婆婆，让她晚上出去玩。你要是不喜欢，那我就不去了。真是这样吗？那你朋友说要带你去点男模？那是另一个朋友啦。我爱阿月，是爱到那种一秒不见就恨不得得相思病的那种，怎么可能找男模嘛？更不可能是演戏啊，对吧？我的亲亲阿月。没错，我也每天都想你的。我的亲亲欣欣。瞪什么瞪？这不是演戏吗？演戏嘛，什么话都能说出来。可怜我一把年纪了，被你们两个耍得团团转。奶奶，我们说的都是真的。真的？没有骗我？没有骗我，那你就亲一个，亲嘴。奶奶怎么想一出是一出？算了，这戏没必要演下去了。乔欣，他身上的味道为什么那么像3年前那个样子？你们果真没有骗我，照片我留着，想你们的时候我就看看。不是奶奶，他的。张医生，我今天被一个女人敲门了，心理和身体都没抗拒，有没有可能她是3年前那个女人？竟然有人敢敲我云总！不要说废话，是不是亲的时间太短了，你的抵触感还没上来？我建议啊，你还是跟他多接触接触，说不定啊对你的厌女症有帮助。云总，那我的任务完成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我送你。不用不用，我自己回去就行。我要下车。老实点，说地址。确实没有抵触感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家在……谁的电话？刘妈怎么这个时候打来电话了？根据协议，我每天都得住在玉林山庄，不能出去抛头露面。云云要是知道了，我就是她结婚3年的老婆，1亿违约金我可赔不起。骚扰电话。别看。你朋友的电话，你干嘛这么害怕我看见？难道乔秘书你背着我干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？我朋友？没有，怎么可能？像您这样聪明绝顶的人，
我怎么可能骗你嘛？你知道就好。敢欺骗我的人，只有死路一条。既然你不愿意告诉我你家地址在哪，那就去公司吧。去公司？对，刚好把今天落下的工作补上。有问题吗，乔秘书？我忍。好的呢，老板。好你个乔欣，敢挂我电话了？是不是在背着我偷偷约男人？哼，谅你也不敢。看我新买的小猫咪，好香好软，超好摸。乔秘书，今天冒犯了，你可以对我提一个要求，过分一点也没关系。那你让我摸摸呗。什么？你平时对其他男人这样说话吗？不给你摸，你个鸽子精！哎呀，别那么小气嘛，让我摸一下又不会少块肉。那你想摸哪？哦，对了，小猫总是好像有点不太舒服，哼哼唧唧的。这个我该怎么看呀？摸下面就行。他居然想摸我那里，他这么放得开，那他是不是摸过很多？哎呀，我经验丰富的很，小宝贝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弄疼你的。你经常干这种事情？撸猫吗？对啊，你不喜欢吗？一摸就上瘾，我每一次都不舍得松手，而且不一样的类型有不一样的手感。那你朋友说要带你去点男模？像她这种放荡的女人，绝不可能是3年前的你。如超，滚下去！滚！扣我工资，罚我抄员工手册就算了，还半路赶我下车。云云，你做个人吧！哼！哎呦，欣欣呢？你快回来吧，你弟弟呀又出事了。什么？妈，乔战又出什么事？哎呦，欣欣啊，哎呦，你回来了。是这样的啊，阿战之前呢出车祸伤着肾了，这些年看病吃药花的都是你给的钱，他也想为你减轻点负担，就去赌场碰碰运气，就借了点高利贷。高利贷借了多少？这1000万，这利滚利啊！现在要还5000万呢。哎呦，欣欣啊，你快拿钱帮你弟弟还上吧！这催债公司啊都到家里来了，要打断阿战的腿，要不还钱，你弟弟的后半辈子都完了呀！哎呦，欣欣，阿战，欣欣，你干嘛去？妈，这是5000万，不是5万，我哪有那么多钱？而且我也不是乔战的提款机。少他妈废话！乔欣，我告诉你，你是个女人，生来就是给我赚钱花的，要么父母养你干什么？你又不能给曹家传宗接代。你也是这么想的？哎呦，这阿战说的对，欣欣，你是姐姐，挣钱不给弟弟花，那我给你爸把你生出来干嘛？你弟弟花你的钱，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原来是这样，3年前我就应该明白，这个家里根本就没有我的位置，不然哪有父亲能做出卖女儿的事情？可我对你们还一直存有幻想，我觉得你们是爱我的，我一直努力说服我自己，我让我自己忘记你们对我做过的事情。你们对我好1分我就记10分，让我拿钱出来给乔战治病，我二话不说，我把钱全给你们了。我试图用钱来唤醒一丝你们对我的爱，可是到最后，我什么都没有。欣欣，我和你爸能把你养这么大，那不就是爱你吗？哎，你是姐姐，帮弟弟，哎呦，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！这3年我帮的已经够多了，从现在开始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你这还这个由不得你！你要对我做什么？哎，
这不是夫人的包吗？夫人？对啊，玉林山庄每个月都会给夫人准备最新款的包包，这一款是全球限量版，国内只有夫人一个人中。可夫人不是一直在玉林山庄吗？怎么会在这儿这个包？这是乔欣落下的包啊？那乔秘书岂不是夫人？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知道我姓冷淡？乔欣，如果你真是山庄里的那个女人，还背着我做出这些放荡不堪的事情，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。妈！贱人，你给我站住！赶紧跑！好啊！我去！放开我！过来！你装什么贞洁烈妇？这3年给老男人当小三，又不是没被睡过，让你放高利贷的睡一觉，怎么了？欣欣，你就帮一下你弟弟吧，我们这都是无奈之举。妈，我也是你的孩子，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谁让你是个女的呀？又是个赔钱货！懒得跟他废话，把他绑上！过来！放开我！妈，您真的要这么做？欣欣，别怪妈，放开我！这都是为了你和弟弟好。你在干什么？你谁啊？光天化日打人，我要报警！没事吧？云，这条巷子有监控，到底是谁在光天化日之下打人？我们可以到警察局说清楚。云氏的法务也等着你。对了，我叫云玉，别找错人。云玉，这个臭婊子竟然攀上了京城首富云玉！爸妈，咱们马上要成有钱人了。云总，谢谢你。要是感谢我的话，就如实回答我的问题。这个包是你的？是我的。确定？我的包，我怎么可能认错嘛？我又不傻。那你知不知道，这个包包是全球限量版，目前国内的拥有者只有1个人。完了，我拿错包了，这是山庄柜子里的包包。云玉不会是认出来了吧？那就是我即将离婚的妻子，所以乔先生，你是她。云总，您在开什么玩笑？我怎么可能是云夫人？而且云总，您自己的老婆，您自己没见过吗？那这个你怎么解释？这个，这是，高仿。高仿？那个云总，要不您打个电话给太太，不就知道是真是假？乔欣，你真是那个女人？我敢欺骗我的人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如果被他知道，我骗了他整整3年，绝不仅仅是赔1亿违约金那么简单。把手机给我，别让我重复第二遍。怎么办？手机一旦给出去，我就真的要凉了，那可是1亿违约金啊！我数3秒，否则后果自负。3。可是我不给，会不会死得更惨？1。那个女人在山庄。刘妈，让她接电话。是刘妈，这下好了。夫人在洗澡。洗澡也不妨碍她说话。刘妈是吧？你把手机拿到浴室门口，让你们夫人说句话。让你们云总放心，也避免让他继续误会我。夫人，先生来电话了，让您接一下。我现在不方便，请他稍等。幸好我有先见之明，提前录了音给刘妈存着，就是为了以防云玉查岗。云总，
刚才多谢你的出手相救，不过我真的不是云夫人。这个包包呢，也确实是高仿。不过我确实瞒了一件事情，其实我结婚了，而且我很爱我的老公。你说什么？既然你已经结婚了，为什么要在奶奶面前强吻我？不知羞耻！不是，等会儿，乔秘书强吻了云总，还是在有老公的情况下，那云总岂不是当小三儿了？你不说话，没人拿你当哑巴。是不是怕奶奶拆穿我们演戏，我才出此下策吗？你一个大男人，应该不会这么小气吧？你现在要想的是，你那个老公会不会介意你跟别的男人亲？他当然不会啊，这不是逢场作戏吗？他会理解的。你是我老公，我亲的是你，又没出轨，给你戴绿帽子，横竖都是你占便宜，你偷着乐才对。不要脸，滚！现在立刻马上从这里滚出去！好嘞，云总，明天见。云总啊，乔秘书都走了，您还看啥呢？咋的？您真想当小三儿啊？我看了吗？贱人，还敢说你没爬上云总的床？你给我等着，马上让你身败名裂，给我滚出云氏！大家今天怎么都奇奇怪怪的？乔秘书，你床上功夫不错呀，一天竟然能伺候那么多男人。什么意思？平时看不出来，这乔秘书竟然是这种女人。你看那姿势，多骚呀！这看着人模人样的，没想到背地比妓女还骚，可我还想着追她。别了，他私下玩的这么花，指不定有多少脏病。你还真别说，咱们是不是得去体个检，再给这办公室消消毒，免得被他传染了就知道。乔欣，难道你就不好奇这些照片是从哪儿来的吗？我是真没想到啊，你在你爸妈眼里竟然这么廉价，几百块钱就能把你卖得一干二净，连你上高中时被老男人猥亵的秘密都跟我讲了。你爸妈还跟我说啊，你当时都被老男人玩哭了，可他们就站在门口听你哭啊喊啊，就是不进来救你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只要你被玩的时间越长，他们能敲诈的钱就越多，这样就能给他们的宝贝儿子买玩具了。哎，琪琪，你放学回来了啊？叔叔的手机也不知道为什么坏了。你是年轻人，然后又比叔叔聪明，你能帮叔叔看看吗？好。来，走吧。没事的，走吧。怎么回事？西西，叔叔喜欢你好久了，今天你就成全叔叔吧。爸妈，救命！救命！王大富，一口价1万块，这全给了。你欺负那个裴强过的事儿，就这么算了。1万块，你怎么不去抢啊？哼，不给我就去报警，说你猥亵未成年，看大家谁最好。在重男轻女的父母眼里，女儿永远是可以待价而沽的商品，而那个女儿永远在亲情里朝他们摇尾乞怜。但爸妈，这些总有结束的一天。所以呢，然后你想做什么？用这种事情对我进行可笑的羞辱？你不觉得自己恶心吗？这个被万人骑的婊子！别打我！乔秘书，云总找你。云总都知道了。
云总，关于有人肆意造谣并散布我私生活一事，我要向您解释一下。不用，你去人事部走离职流程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想在公司看到你。在这件事里，我才是受害者，凭什么我走？侧谦，我是个商人，我对你的私生活不感兴趣，也不管谁对谁错。又或者说，你是无辜的又怎么？因为你的事情已经影响了合作方对一事的观感，这是你最大的错误。所以，我连证明自己清白的资格都没有。确定你还有清白吗？在有丈夫的情况下，在外面跟别的男人乱搞，上到60岁老男人，下到没毕业的高中生。秋姐，你就这么饥渴？外面什么垃圾你都吃得下？闭嘴！也不知道你那个老公是个怎样的孬种，能让你这么放纵。对，我老公就是个孬种，垃圾。你真是骂对了，多骂点，我爱听。你脑子抽了？对了，离职可以，把我的补偿金给我，我要养我的孬种老公呢。善良，还有那个孬种，这女人怎么想？切！谁骂我呢？你说什么？你家那位霸总老公竟然因为这些流言蜚语把你开了？纠正一下，是协议老公。这不重要。亏我以前对他印象还挺好，没有想到他也是种眼盲心瞎的人渣。不是，你都给他当了3年的秘书了，你什么样的人，难道他还不知道吗？你指望资本家能共情打工人，你倒不如新政能统一天下呢。被欺负了你还知道贫嘴？照片是我爸妈卖给林谦的，货真价实，而且云玉又不听我解释，那我除了接受被开除这个事情之外，我还能做什么呢？啊，谁让我出生在重男轻女的家庭里？没关系的，星星，你还有我，还有我们可爱的小咪，我们会一直都陪在你身边的。还好有你们。来，我们一醉解千愁，把那些垃圾人、垃圾事通通都忘掉。喝。什么狗屁云云，臭资本家，老娘不干了，都给我滚！滚！听说打喷嚏呢，一般都是有人在骂你。二哥，你该不会干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儿，招人骂了吧？你是不是又想去西伯利亚挖土豆了？啊？我闭嘴，我玩手机，不要玩去。星星，救我！青青，星青，快来救我！青青，你现在在哪？这年头，这什么人都有，直播打人，你不怕把直播间给封了？是不是？这么猖狂！见鬼了！怎么一听到那个女人的名字就心烦意乱？打天恨！不玩了，我想回去了。哎，我操，这你有得劲儿啊！这有，这不要命小劲儿，我喜欢。谁敢过来，他就是下场。哎，二哥，你干嘛？你不会也看上直播里这个妞了吧？她身手这么好，可那天为什么会被欺负成那个样子？姐姐，怎么打成这样？你们为什么打人？为什么？谁让他帮那个贱人跟老子离婚，分老子的财产？我是律师，他需要帮助，我当然要帮他。走，我送你去医院啊！想走可以，让这个姓宋的跪下来给老子磕几个头，然后再拍几张裸照和小视频压在，我就放你们走。上！青青。
谁敢再过来，下场跟他一样。哟，老子就喜欢收拾你这种有烈性的小野猫。上，把他衣服给我扒了。上！小贱人，跟我作对，这就是你的代价。老公，救我！老公，不是，二哥竟然没推开这个女人，你平时不是最讨厌女人接触的吗？哈哈哈！哎，难怪你这么着急过来啊！帮帮我，他不要害我！看在我上次帮你骗奶奶的份上，帮帮我！云总，您跟这个女人……老公，脑袋，他用酒瓶砸我的脑袋！云总，误会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无意冒犯云太太呀！我的错，我的错，跟我的人就想这么算了？云总，这是不用怕，我不喜欢用酒瓶打人脑袋，太粗鲁。我这是个科技生，今天这事就算了。云总，我这云总，好了，这就是得罪我的下。平日里我只感觉云云性格冷，跟块冰山似的，却差点忘了，她可是京城最不好惹的活阎王。幸好那天他没发现我的身份，不然我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对了，那天你在办公室想生我的负责，你想怎么处理？庄韵啊，我不吃这一套。小倩，你不是真晕了吧？小倩，赶快准备车去医院。哎，二哥，你等等我！米霞，你终于醒了。你是？我叫陆少恒，是我二哥异父异母的亲弟弟。华谊集团 CEO， 年纪25岁半，身高1.83米，比二哥低那么一丢丢，长相英俊，无不良嗜好。然后呢？米霞，你缺男朋友吗？你看我怎么样？别天天跟个竹马一样，到处花钱。二哥，你能不能在我女朋友面前给我留点面子？我是真喜欢乔秘书，这次浪子回头了。你答应他。二哥，二哥，我查过了，他只不过是你的一个秘书而已，又不是我真嫂子。我追求她，你干嘛老是搞破坏啊？他不适合你，你趁早死了这条心。她又不是你老婆，你这么在意她干嘛？难不成你也喜欢她？二哥，你出轨了！你早说呀，早说我就不跟你讲。哎，云总，那个青青怎么样了？就是昨天跟我在一起的那个女生，她还好吗？她现在在哪儿？她没事，别担心。那就好，谢谢云总出手相救。没想到乔秘书的手段还真是厉害，能让陆少红这种万花丛中过的浪子都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。云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警告你，收起你那些小心思，离陆少红远点。以你的身份，别做妄想嫁入豪门。你凭什么这么说我？你不就是这样的人吗？你还真打我？我当然真打你了。以前在你身边的时候，那些窝囊气我受够了。对，因为你是我以前的财神爷，我得供着你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去死吧！万恶的资本家！
你要是想报复我的话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就这点破胆子，还敢这么秀我？你刚才打的可是京城的活阎王啊，差一点我就身首分离了。不过云玉今天怎么脾气这么好？总裁，我一直联系不上太太，离婚协议需要她尽快签字，我好准备进行下一步安排。这女人到底怎么回事？总是联系不上人。没事，我正好去一趟玉林山庄，你跟我一起，顺便把字签了。哎呦喂，我的好太太，您倒是接电话呀，不然我俩都要完了。还得是亲亲你啊，这也太好吃了。吃慢点，没人跟前。慢不了一点儿。对了，那个猥琐男还来找你麻烦吗？你的霸总老公没跟你说吗？当时李坤阳脑袋都快砸磕裂了，你们进医院后没几分钟，他就被送 ICU 了。因果报应，以后他要是再敢来找你麻烦，大不了120带走他，120带走我。我姐妹威武。对了，你跟你那霸总老公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？我看他对你可是不一般呢。什么不一般？别装了！昨天晚上你一昏倒，云玉就跟急疯了一样，抱着你就跑，这副样子一看就是对你上了心了。你意思是云玉对我有意思？对，我的直觉告诉你。那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，就在刚刚你来之前，我扇了他一巴掌。我靠，你扇了云玉？不是，那可是在京城说一不二，让人闻风丧胆的活阎王啊！他没对你怎么样？没有，我打了他，他就走了。等等，宋青青女士，请你停止散发你那恐怖的恋爱脑行为。不管云玉对我有没有意思，我都不可能跟他在一起。为什么？你忘了3年前我为什么跟一个陌生男人发生一夜情啊？伯母，您找我有什么事？放心，我没别的事儿，就是想看看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女孩，能让我优秀又上进的儿子迷得死活都不肯出国的。我劝过婷芝的，出国了不代表分手，我一定会等他回来。等他回来，然后好嫁入娄家，一跃成为人上人。没有，我没有这么想，伯母，我爱的是婷芝这个人，不是她的家世。像你这种穷人出身的女孩，我见得多了，嘴上说不在乎钱，跟我儿子是真爱，其实就是一个卖肉的浪货。也就是我儿子单纯，才会受你的骗。那今晚就让他勾引个够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一个脏了的贱人，怎么能配得上家庭芝呢？青青，门当户对是不可逾越的鸿沟。3年前我已经栽过一次了，不可能让自己再重蹈覆辙。所以，不管云玉对我有没有意思，我都不可能跟他在一起。星星，我是真的希望有一个人能保护你。会有的，只不过他不可能是云玉。和那女人结婚3年，我到现在不知道那女人叫什么，长什么样子，正好趁这个机会看看。
，surprise！ 我亲爱的大孙子，我又回来了，快来机场接我。啊？你不是答应我要在国外好好治疗的，怎么又一声招呼不到？您就算要回来，最起码跟我打一声招呼。您这要是在路上发生意外，我想给欣欣你们两个一个惊喜。谁是欣欣？你老婆呀？怎么结婚3年，你连自己老婆的名字都不知道？我平时不叫她小名，所以一时没反应过来。阿玉，哎，作为一个男人，不能一心只为了事业上，也要照顾家庭。万一后院起火，儿子和老婆跟别人跑，到时候你连哭的地方都没有。他不敢。笨蛋，您舟途劳顿了一天，我先送您去酒店休息。好的。去双子大酒店。我不去那儿。笨蛋，您是住不习惯的吗？那我给您换一下酒店。我孙子孙媳妇儿都在这儿，我干嘛一个人去住酒店？开车去玉林山庄，我要去看我孙媳妇儿。玉林山庄太远了，过2天你还要复查，你回去拿几件衣服来我家住吧。好。总裁，联系上奶奶了。喂，是太……这不像是先生的声音，打错电话了。刘妈，太太，您可算回来了。今天先生来过，看您不在，脸色好吓人。我给您打了好几通电话，一直没人接。云玉来山庄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忘拿手机了。那他有说什么吗？他倒没说什么，他好像就是来看看。那就好。我先洗个澡，刘妈你先去忙吧。好的。笨蛋，李小姐。哎呀，我不用你扶，我哪里有那么脆弱？我赶紧去看欣欣呢。他联系上了，太太和乔秘书都联系不上，跟人间蒸发了一样啊！这2个人怎么总在关键时刻丢脸？那现在怎么办？老夫人有心脏病，要是知道你骗她，那不是……嗨，你们2个靠那么近干嘛呢？赶紧的，磨磨唧唧的，不像个男人，快点！来了。再试试，绝不能让那女人出现在奶奶面前，让人乔西不是我妻子的事情就穿帮了。刘妈，人呢？喂，欣欣，你就是我可以解释的。太太，您刚刚是来叫我吗？云总，你听我狡辩啊，不是，你听我解释。完了，云玉这下彻底不会放过我了。这女人到底有什么魔力？为什么我从来不抗拒她的碰触？云总，能先把手拿开吗？云总你……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谢谢云总。看着你们这么恩爱，我终于可以放心了。阿玉，你以后可不能辜负欣欣。奶奶，我会的。原来云玉刚才只是演戏，好险，差点就要感动了。不过云玉好像没有发现我的身份。今儿我高兴，我要亲自为你们下厨做一顿好吃的，也让欣欣见识见识我的手艺。
好啊，奶奶，那我去换个衣服，然后帮你打下手。好啊。奶奶这么喜欢乔欣，如果她就是那个女人就好了。不行，乔欣只是伪装的好，娶她进门只会败坏一家家风。欣欣，还是你经验丰富。我摸了一下它下面，真的摸出来了。你经常干这种事情？对啊，你不喜欢吗？一摸就上瘾，我每一次都不舍得松手嘛。而且不一样的类型有不一样的手感。这个女人就这么饥渴，一天到晚只想摸男人哪里。小咪就是有点消化不良，吃点药就好了。嘿嘿，等他大一点，我就带他去嘎蛋蛋。他一直说的摸是撸猫，那我岂不是误会他了？欣欣真是个好孩子，本来今天说好我下厨的，欣欣怕我累，只让我动动嘴皮子，他就跟刘妈做了这么一大桌子的好吃的。没有奶奶的指点，我跟刘妈怎么能做出这么多菜？这孩子可真会说话。阿玉，你可是娶了个好媳妇儿呀！娶到她是我的福气。如果云玉知道我就是他的妻子，他还会不会这么说？来来来，我们吃饭。来，欣欣多吃点，你看你瘦的。谢谢奶奶。欣欣，菜很难吃吗？不是奶奶，我最近肠胃有点问题。没事儿，孕吐而已，奶奶不用担心。什么？欣欣，你怀孕了呀？你怎么不早说呢？这孕妇呀，最忌讳的是劳累。这欣欣做了一下午的菜，会不会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啊？哎呀，都怪你，瞒着我。对，都是我的错。我本来是想春节给奶奶一个惊喜。你早点告诉我，不也是惊喜吗？哎呀，你也是的，就算你没有经验，那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呀。我冤啊！这3年我连男人的手都没有拉过，怎么就成孕妇了？奶奶，我和欣欣有分寸。这怀孕的人呀，要多休息。你赶紧带欣欣去休息，快去！快去！快去啊！我明明没有怀孕，你为什么说我怀孕了？没经过你的允许就擅自主张。奶奶她有心脏病，她最大的心愿就是我能有一个完整的家。我如果不说你怀孕，她就不肯接受治疗。那万一有一天，奶奶发现我们是假的，怀孕也是假的，怎么办？不会有那么一天。如果真有，谁泄露的秘密，我会让那个人付出1000倍100倍的代价。当然，我不会白白让你陪我演戏。我可以满足你3个要求。什么愿望都行。不违法乱纪，不伤天害理，不触犯云氏的利益，其他的都行。那我可要好好抓住这个机会。哼，谁让你之前那么欺负我？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有话快说。第一，帮我查清照片门的真相，还我清白。第二，还我清白以后，你必须要为之前的行为向我道歉。我向你道歉。乔欣，你是不是太得寸进尺了？怎么，云总想说话不算话？没关系，像云总这种人物，就算言而无信，肯定也是有苦衷的哈。我懂，我都懂。我要去洗澡了。我说一句你顶10句，乔欣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嘴皮子这么硬？谢谢云总夸奖。既然我答应你了，就不会反悔。至于道歉，也一样。那拉钩？拉钩上吊100年，谁反悔谁小狗。盖章。
满意了吧？嗯，我去洗澡了。对了，刘妈拿了一套男士睡衣，我放到衣柜里了。她为什么会知道那里有女士睡衣？怎么了？秋千，今天应该是你第一次来山庄吧？是啊。但自从你来到这里，你所有的行为无一不透露出你对这里的熟悉。还有，刘妈为什么会喊你夫人？你又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？你明明没有接到我和陈特助的电话。结婚3年，我还没见过我老婆的脸。不要！欣欣、阿玉，你们俩休息了吗？奶奶，你身体还没好，怎么还不休息啊？这不先前欣欣吐了吗？奶奶担心她的身体，就给她炖了碗补汤来，快给欣欣端着。哎，你拿着结婚证干什么呀？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求求你们放过我这个小心脏吧！早知道我就把这结婚证给烧了。我就没事拿出来看看。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你们小两口闹离婚呢。那这样，这个结婚证就交给人呢，暂时保管。没有我的允许，无论他们两个谁要，都不要给。好的，你们两个要是敢离婚，我跟你们没完。好，都听奶奶的。这个手镯是我们云家的信物，只传给长媳。现在我把它交给你，希望你和阿玉的未来平安顺遂，白头到老。这样我就是死了也能瞑目了。不行，奶奶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你就收下吧，毕竟是奶奶的一片心意。好了，你们两个休息吧。明天我就出国去看病，等我的曾孙出生了，我再回来。好，明天我送你。好的。我现在就拔下来，我不用，带着吧。万一奶奶杀个回马枪，解释起来也麻烦。对了，刚才的事是云太太让我来的。云太太已经知道您让我假扮她的事了，所以特地让我来山庄提前熟悉一下，和认识刘妈。没想到我来的时候刚好就碰见你跟奶奶了。那个女人能有这么好心？云太太是一个很好的人。云总，你要是怀疑我的身份的话，那大可不必。我很早以前就说过了，我有老公，而且我很爱他，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他的那种。他到底哪点？哪里都好，他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人。收起你俩也闹吧，一个孬种男人，狗都不要。我乐意。背包里面偷藏心事几行，描摹未来方向，不想不想。孩子气的攻城略地，那个男人真的去闹吗？我一点都比不上他。因为终点是你。你的眼睛看见谢谢云总。等招开门的事情出结果，陈特助会联系你。那我就先下车了。星星，我回来了。星星，我好像知道了3年前跟你发生一夜情那个男人是谁了，是云月。不可能，我当时可是特地找了关系调了监控的。虽说那个监控只拍到那个男人的侧脸，但是我刚才没看，他真的很像。你肯定是记错了，
要是云玉的话，他怎么可能把我留在身边当他的秘书？他早就拿钱把我打发走了。也是哈。不过，如果让我知道那个男人是谁，我一定会像医生嘎了小蜜蛋蛋那样，嘎了他。给我去拿条毯子。啊，今天空调开30度哎，袁总您很冷吗？袁总，您是不是有点肾虚啊？你这个月奖金没了啊，袁总，再多说一句，下个月你的想要。我这个嘴呀，去，都查清楚了。是，这一切都是秘书部的林倩干的。她花钱从乔秘书父母那拿到的照片，还合成了一些不实的证据，通过公司内网发给了所有人。乔欣父母？据我所知，乔秘书还有一个弟弟，他的父母十分重男轻女，为了自己的儿子，三番几次将乔秘书卖给一些老男人。幸好乔秘书聪明，这才夺回钱。不过说起来，乔秘书和太太的家庭情况倒是有些像。太太也是3年前被父母卖给一些老男人。那又怎么样？这种人根本就不配做父母。你把那些资料给乔欣，他想怎么处理，随他。是。还敢来公司？你干什么呀？放开我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是不是想让你的父子好死？乔欣，让他们放开我！乔欣，你个贱人，竟然敢打我！我为什么不敢打？同为女性的不互相扶持就算了，反而编造黄谣，用这种手段破坏同事。林倩，打你不理，什么都没干，别污蔑我！这是你找人合成照片、散布黄谣的证据，是真的。是不是真的？我说了不算，你还是去警察局跟警察说吧。就算这些照片是假的，但是你勾引云总的证据是真的。我亲眼看见你衣衫不履的从云总的别墅出来，乔欣，连在这儿当婊子还立牌坊。谢谢。你是乔秘书的一系列诽谤，我会让于氏法务对你提起夫妇感，下半辈子就好好在牢里重新做人。云总，我错了，云总，我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不想坐牢，云总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云总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云总，我真的。说话多说几句。林倩的下场，你们大家都看清楚了。今天我可以让林倩滚，也可以让其他不安分的人滚。乔欣，你别拿着鸡毛当令箭。没错，大家都是员工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林倩是云总发的话，又不是你乔欣。是啊，你凭什么让我们滚？就凭给他撑腰的是我。泡2杯咖啡进来，我的喜好你知道。好。阿玉。我还以为我二哥的艳女症好了呢。什么意思啊？二哥，你知道你的小秘书有什么兴趣爱好吗？我又不是她老公，我怎么知道？你要是死了这条心吧，她不适合你。我真喜欢乔秘书，我愿意为了她放弃一整片森林。那你也不适合。怎么就不适合了？男帅女靓，天生的一对儿。还是说二哥你也喜欢他？哪个乔秘书？我说的不适合，是因为他已经结婚了。怎么，你想抢人妻啊？我靠！是哪个狗东西敢跟老子抢女人？阿玉，你感冒了吗？你别过来！我不过就是出国了几年。阿玉，你怎么对我越来越生疏了？我都回来这么久了，你也没有跟我说几句话。你别多想，我没有，先坐着吧。婉宁，你别多想。自从我二哥患上厌女症之后，对所有女人都是这样的。但是你放心，你是我二哥的白月光，你才是他的例外。原来他们是这种关系，
云玉也会有喜欢的人。乔秘书，三位慢聊，我先出去了。阿玉对这个秘书不一样，看来这秘书不能留了。喂，乔秘书，你老板喝醉了，你过来接他一下。地址发你手机上了。大半夜的，云玉就不能让陈特出去接吗？算了，谁让云玉是我的财神爷呢？二哥输了，跟异性对视1分钟。婉宁和云总不是一对吗？快快，我们要看。阿玉，大家都这么说了。我喝酒啊。怎么还没散场？乔秘书，你终于来了，快快快，抓一起玩。我是来接云总回去的。二哥没喝醉，是我想接你，所以用二哥找个借口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那就说清楚点儿，我想追你。陆总，您别开玩笑了，我怎么能高攀得起您呢？哎呀，男欢女爱，真心就可以了，我要管什么身份门第之间的。来来来，在一起玩。陆总要是没喝醉，我就先回去了。走。阿玉，你为什么让别的女人坐你旁边？你不是不喜欢别的女人碰你？他是我秘书，坐我身边有什么不对的吗？行，反正乔秘书还是坐在我身边的。来，大家玩起来啊！乔秘书，你别拘束，这个游戏呢就转酒瓶，瓶口转到谁就输了，输的人啊选择真心话或者大冒险。下班时间和老板一起应酬，周末团建有什么区别？来，转。Do you still take a long time to get ready? Time to get ready? 二哥，你是真心话呀，还是大冒险呢？大冒险。亲一下你右边人的脸。这上面就是这样写的，不是我故意要把你。这女的一看就是个不干净的玩意儿，让阿玉亲她，她配吗？江小姐，你家里人没教过你怎么尊重人吗？当然教过，但像你这种只会勾引男人的，根本就不值得我尊重。你在云氏的名声有多差，你自己不清楚吗？婉宁，慎言。我又没说错。你看，阿玉嫌他脏，宁愿喝酒也不愿意亲他。阿玉，你怎么可以亲他？你不嫌脏吗？过奖，游戏规则而已，也不会介意吧？我要是说介意的话，云总能让时间回到发生之前吗？不能，但你可以在下一次瓶口再转向我的时候，选择一个更刺激的大冒险来惩罚我。谁稀罕？二哥，你刚才不是选择喝酒了吗？喝酒是为了壮胆。我刚才没看错吧？一向不近女色的云总竟然亲了一位女人，不是说江婉宁才是他心中的白月光吗？还说喝酒是为了壮胆。天哪，以他的身份，只要说一声，大把女的前仆后继的扑上来，好吗？云总该不会是喜欢上那个小秘书了吧？闭上你们的臭嘴！
阿玉怎么可能会选那个道？阿玉只能是我的，谁跟我抢，我就让谁死。来喝，喝不完，今天谁都别想走。乔欣啊，乔欣，你清醒一点。云玉是什么人？京城首富，他跺跺脚，京城的各个世家都要抖三抖的人物。3年前，你已经栽过一次跟头了，还不够啊？不是，我来的时候走的是哪条路啊？出口在哪儿啊？渣男！小秘书，云总找你。云总这么早就来了？有什么事吗？你去了就知道了。云总，乔姐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之前装的那么不在乎钱，那么冰清玉洁，怎么现在不装了？云总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把我跟江婉宁的照片卖给媒体，你就这么缺钱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被奶奶知道了，我和你演戏的事情就穿帮了？不是我，我昨天晚上看到的是鬼，你既然这么缺钱，干嘛不答应我说，爬上他的床，你不就有大把的钱了？你昨天晚上看到的是我，但是这个照片真的不是我拍的。昨天晚上只有你举着手机在那里，你告诉我你没有，那你在干嘛？欣赏月色？觉得我信吗？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可以看我手机。昨天晚上我在用地图找出口，到现在我手机里还有搜索记录。别再狡辩了，媒体亲口承认是你把照片卖给他们，人证物证俱在。现在立刻从这滚出去，我不想再看到你自私自利。我自私自利，那也比你这个四处留情的种马强。你说什么？你不能像上次那样坐以待毙，我要自己找出真相。我好像想到办法怎么证明我的清白了。要干什么？跟我去个地方。不去，让开！你必须去。之前在山庄，你说答应我2个愿望，第2个愿望你还没有兑现。现在我换成今天，你就要听我所有的话。对了，你买保险了吗？你想干什么？就这么点车速，云总就不行了？你是不是忘了一件事儿？什么？你还没从云市离职，公报私仇残害领导，这个月工资别要。万恶的资本家！云总，我已经实验过了，昨天晚上我站的位置根本拍不成照片的这个角度，所以我找了很多间房间，只有这个房间，它的窗户位置拍出来的照片角度和这个照片一模一样。云总要还是不相信，那你可以找专业的人员恢复我手机里的所有文件。再者，
我为什么要拍你跟江小姐的私密照？对我又没好处。我查过你的家庭，你父母一直问你要钱。云总放心，我是缺钱，我父母也一直把我当提款机，但我不能用这种手段去赚这种不义之财。云总与其怀疑我，倒不如好好处理一下你自己的感情问题。我什么感情问题？还没离婚就四处留情，要不是看在云总你曾经帮过我的份上，我才不提醒你呢。以后私会啊，一定要做的保密一些，要不然以后谁跟你背锅？我跟江婉宁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松开！对了，云总，你不是说我自私自利、贪恋钱财、人品极差吗？以后啊，云奶奶那边还请您另请高明，别让我这个坏人玷污你。我当时是气上头了，我误会你利用我来赚钱，但我跟江婉宁真的什么都没有。不用跟我解释，云总，以后我们两个尽量保持好距离，不要越矩。以后桥归桥，路归路，我也会好好爱我老公，和我老公好好。你混蛋！你以为所有女人都稀罕你？总裁，不是乔秘书泄露的照片，那是谁？是江小姐。代我转告他，我之所以容忍到他现在，是因为他小时候救过我命了。再容忍是有限的，他要是再敢耍这些小心思下害给别人，我不介意再把他保送出国。太太，您嘴巴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我就是不小心上火了，没什么事，我上去撒点药就好了。我先上去了。太太嘴巴上的像是男人咬的，难不成是先生？流氓，太太在山庄吗？啊，在的，刚回来。麻烦你催一下太太把离婚协议签了，再拖下去对她和云总都不好。什么？太太和先生要离婚？那太太嘴巴上的伤是谁咬的？乔姐，没想到你是这样，你就这么缺钱。不是我，干嘛不答应我说话？爬上他的床，你不就有大把的钱了？还有不到1个月就3年了，没什么可犹豫的。二哥，你都有老婆了，还惦记乔秘书，哪有你这样的？吃着碗里的，惦记着锅里的。我和山庄那个女人是行婚。我靠！你玩这么大？那你现在打算把乔秘书怎么办？是你为爱做三，还是让他来做三？不会说话你别说。根据我看人的经验，乔秘书这种类型挺难追的，不然我也不会只口嗨一下，早就跟二哥你抢人了。他不是商品，不存在抢不抢。哎，现在就护上了。哎，你知不知道，如果女生生气了，一般用什么东西能哄好？哎，那可多了，包包、钻石、项链、衣服，只要是贵的，没有女人不喜欢。乔秘书，明天有空吗？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过几天江婉宁生日，我还没准备礼物。我心想着你也是女生，会更懂女生喜欢什么，你帮我挑一个。你让我给羞辱过我的人挑礼物？没关系，你是我老板，记得付我双倍加班费就行。行。小心！好，
店是全球顶尖奢侈品牌店，只有购买过我们店奢侈品的 VIP 客户才能够进店购买。二位还是换一家店吧。云氏集团的云总，您怎么亲自来了呀？我们每个月都有按时送货给云太太的。呀，那您就是云太太吧？怪不得云总会来亲自陪您的。正好我们店里有新到的最新款首饰，我拿过来给您看看。我不是。好适合云太太呀。小红吗？我不是云太太。啊？哦，那你是云总养在外面的女朋友？我是云总的秘书，今天负责陪他挑礼物送人而已。干嘛不早说呀？手都弄脏了。我出去接一个电话，你先转着吧。你在干什么？妈，我姐她要杀了我！哎呦，宝贝儿，哎呦，让妈看看，哎呦，我的宝贝儿，哎呦，贱人，也亏来得让你弟弟受伤，你怎么不死在外面去啊？是乔占先捡了我的粉红包，我把粉红包抢回来的时候，他自己拿手出刀的剪刀。妈，我就要这个粉红包，快给我！不行，这是。儿子，这是妈妈你送给我唯一的礼物。我想买这个粉红包，多少钱？这是我们店里最便宜的东西，但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不卖。为什么？因为像你这样的穷骚货，连我们店里最便宜的东西你都买不起。陈德主，你最好有天大的事。总裁，太太出轨了。刘妈说，太太昨天回去的时候，嘴巴被野男人咬出血了。什么？那个野男人是谁？找出来弄死。那太太怎么办？按照协议，太太要是在婚约存续期间出轨，需要支付1亿违约金。那就让他付。顾客就是上帝，既然我进了你们店，我就是顾客，你凭什么区别对待？你一个破打工的，能让你来我们店，就是看在云总的面子上。这样吧，你给我把鞋舔了，我就大发慈悲，给你个机会，让你买那只粉红包。哎，你这个贱人竟敢踩我！你再给我叫，我就废了你的脚。这位小姐，我们这是奢侈品店，不是菜市场，你信不信我马上报警抓你？那你报啊！既然我这个破打工人没有资格在这里买，那你告诉我，什么人有资格在你们店里买东西？自然是要像云太太那样尊贵的客人。这张卡有没有资格？有没有资格让他给道歉？这不是我们店专门为云太太开的卡吗？你是云太太？我想起来了，是前上门送首饰，和云太太有过一面之缘，她就是云太太。什么？你们在说什么？说云太太，说给云太太也挑挑礼物。别提那个水性杨花的女人。什么跟什么呀？我怎么就水性杨花了？这男人怎么张口就污蔑人？他呢？又是怎么回事？是我们店员工不懂事，冲撞了云太太。哎，跑什么？你还能跑出地球吗？云总，你就当刚才我发神经，突然想锻炼一下。既然你不喜欢挑首饰，再陪我去一个地方。去哪儿？下周2江婉宁生日，我缺一个女伴。走。去。
很美。哥，我这次就是为了阿玉才回国的，你可一定要帮帮我。你是我们江家的掌上明珠，只要是你想得到的，哥哥就一定会帮你得到的。哥哥你真好。哥，你看云玉，他居然把那个贱人带来参加我的生日宴，肯定是那个贱人勾引他的。阿宇，今天婉宁的生日宴来的都是各家的继承人，你就带这么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女人，你让婉宁怎么想？她怎么想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也知道婉宁对你的心思。哦，对了，我有个合作给你谈，我们去外边说。云总，我去那边吃点东西。呀，乔秘书怎么摔倒了？婉宁，你关心这个一天到晚勾引男的贱人干嘛？真不知道他父母是怎么教他的，想必是全家都是这种下贱德行，才教出这种贱人吧。一个贱人，难怪只配给我们这些有钱人做奴才。听见了吗，乔欣？别以为阿玉对你特殊了一点，就代表你有机会当云太太。像你这样的捞女人，我见多了。今天我就让你清醒清醒。你敢碰我！别叫了，听见了。江小姐，我和云总只是简单而普通的上下级关系，请你不要伤及无辜。另外，我对二位的感情纠缠毫不关心。你装什么？要不是你勾引阿玉，他怎么会对你那么上心？上心？江小姐，我劝你还是看一下眼科吧。什么？你要不是眼睛有问题，怎么会觉得云总对我上心？我一天像一个牛马一样被他溜来溜去，干完这个干那个，还要被扣工资奖金而威胁。你要是觉得这活好，不信你来。要不然你看一下脑科也行，好好治治你的恋爱脑。哦，对了，别忘了江小姐，云总可是已婚人士，难道江小姐要做小三吗？婉宁，这个贱人居然羞辱你！是我就给这个贱人一个教训，撕烂他的嘴。从来没有人敢这么跟我说话。乔欣，扇烂你的嘴！阿玉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云总，崴了一下脚。来，云总，请问你，这是第二次，你要是再敢欺负我的人，于是将会终止所有与江家的合作。云玉，你竟然为了这个贱人这样对我！说什么说？都给我闭嘴！婉宁，你不是想要得到云玉吗？我有一个办法。云总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上药。他要用那双签了无数商业合同的手来给我的脚上药，云玉疯了吧？这不行。有什么不行？你受伤了得上药，难道你就想这么疼着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是这个意思就安静点。疼了就说，云玉有时候还挺像个人的嘛，果然认真是男人最好的医美。也不知道以后云玉会和什么样的女孩子在一起。不过呢，反正不会是我。
我就这么好看？好看？等一下，你用刚才给我摸脚的手摸我脸。怎么了？你不洗手？为什么要洗？又不臭，全是药味，我又不嫌弃。那也不行，你怎么不用这个手摸你自己的脸？别动！ 미안한 마음에 그럼 하지만 난 말야 너의 밖에선 살 수 없어 내겐 너 하나로 물든 시간만이 사랑 때문에 你们在干什么？前脚才说对云玉不感兴趣，后脚就差点跟他亲在一起。都怪他。你来干什么？安玉，你喝了不少酒，现在时间比较晚了，我哥特地让人收拾了2间屋子出来，让你和乔秘书在庄园休息一晚，明天再回去。不用，庄园在郊区，晚上回去不安全。安玉，你不考虑自己，也要考虑乔秘书能不能熬得住。叶青，你今晚就在这休息，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。好的，云总。 总觉得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不安好心。安玉，我哥训了我一顿，我已经知道错了，以后我不会再为难乔秘书了，你就别生我的气了。这话你应该对乔青说。好，我会的。哦，对了，我哥说你喝了不少酒，他找人送了醒酒汤在里面。 你记得喝。安玉，你现在是不是很难受？让我来帮你好不好？滚！安玉，你现在都这样了，你还拒绝我？你给我下药啊？对，是我下的。这种药只有跟女人发生关系才能解开。 今天你就算是不想碰我，你也得碰我。江婉娘，别以为你那点救命之恩能拿捏我一辈子。明天我再找你算账。安玉，安玉。 云总，你怎么来我房间了？云总，你干什么？帮帮我！云总，你脸怎么这么烫？你被人下药了？云总。云总，你现在不清醒。Milk and honey, warm and lovely. Milk and honey, milk and honey. Milk and honey, your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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honey.
居然跟我老板睡了。这个伤和3年前那个男人的伤好像啊，真的一模一样。天底下没有这么巧合的事情，那就只有一个可能：云玉确实是3年前的那个男人。可我现在知道了，又能怎样？哲心怎么跟3年前那个女人一样，一声不吭的就走了？你说什么？云玉就是3年前跟你一夜情的男人？对。那就说明那天我没看错。欣欣，趁你现在还没跟他离婚，找他摊牌，让他负责，这样你以后就是名副其实的首富老婆了。我不想。为什么？云玉帅气又多金，我想嫁都没机会呢。我和云玉的婚姻本来就是因为交易而存在，他不爱我，更何况我要是用我的清白去捆绑他的话，他只会觉得我在算计他。我只希望我的婚姻是因为爱情而存在，并不是因为其他的。可是欣欣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云玉她是喜欢你的？太太，经查明，您在外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，违反了当初与云总签订的婚前协议，所以您在离婚后还需要赔偿云总1亿违约金。我跟别人有不正当关系，你们有证据吗？再说了，云玉是不是想奸小疯了？还1亿违约金，你把我卖了，看1亿赔不赔得起？可是太太，是您违约在先。那你们就先把奸夫找出来。这声音怎么听起来这么像乔秘书？谁的电话？你神经病！好吧，那回归正题，你真的不打算跟云玉摊牌吗？我现在想的只是离职跑路。你要离开云氏？反正我跟他离婚的话，也会离开云氏啊。到时候我们就桥归桥，路归路。没关系，我们家欣欣还有我呢。还好有你。哥，阿玉这回真的生气了，你快帮帮我。你呀，非要吊死在云玉这棵树上，回头哥再给你介绍几个比云玉更好的，行不行？我都喜欢阿玉这么久了，我不想放弃。而且我打听过了，阿玉马上就要跟他名义上的妻子离婚了，到时候我就更有机会了。不过在这之前，得先把乔欣那个女人给解决掉。哥，你帮我想想办法。行吧。刚才你说那个乔欣，我倒是查出了一些事情，她就是云玉的老婆。什么？总裁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本人呢？哦，您说乔秘书，他昨天就提出离职申请了，而且还请了1个月的假。你说什么？这么快就回来？你们来干什么？出去！你弟弟交了个女朋友，要30万彩礼，麻利点儿，给老子赚300万，只好给他买一套房，再加一辆好点的车。我说过了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你们要是再不走，我就打电话报警。
好啊，乔欣，你现在傍上了首富云玉，翅膀就硬了是吧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别装了，我跟你妈可看见好几次云玉对你动手动脚。对了，西西，我听说云云虽然有个老婆，但只是表面夫妻。你努力把她挤下去，你就是云太太了呀！妈，你在教我破坏别人家庭？难道你就不想逼宫上位啊？我想，西西，妈教教你啊。等下次云雨再跟你同床的时候啊，你呀尽量别让她戴套，或者是你呀把那个套上戳上几个洞。等你一怀孕呢，你就逼宫上位。哎呦，到时候啊，你就是名正言顺的云太太了。小时候，妈妈你明明也很疼我的，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？对了，姐姐，你赶紧把包养你那个老男人给我踹了啊！这要是让云雨知道，咱们的豪门梦啊就泡汤了呀！哎呦，欣欣呐，你难道不想让你妈我过上了人上人的生活？我想你们全都滚出我的生活，滚！这个小白眼狼，和你妈含辛茹苦把你养大，竟然对我俩动手！是你们活该！从乔詹出生开始，你们眼里就只有他，只有儿子。可我呢？我也是你们的孩子。你怎么那个阿灿比呀你？见识！我看，就算你嫁进豪门，你也不会帮衬你弟弟，还不如去给我多花点彩礼。我不走！蠢货，快弄把帕子，弄有两皮柴火，好卖钱，快一点啊！快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乔欣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乔姐，你没事吧？啊？乔姐，乔欣，你完了。这是哪儿？我家。哦，我房间。你的床？嗯。我马上下来。哎，你跟我用不着那么生疏，好好坐着。来，先把粥喝了。我自己喝就可以了。谢谢。云总，我自己擦就可以了。你迟早要习惯的。啊？我们那晚既然发生了关系，身为男人自然要对你负责。你放心，我会尽快处理好我的婚姻。你呢？我什么？你和你那个孬种老公怎么办？你不想跟他离婚，我可以用钱补偿他。云玉这是要和我结婚？可是他老婆不就是我吗？一边跟我离婚，一边又要跟我结婚，好乱的关系。不过我到底要怎么回复云玉？还是说你不愿意跟那个孬种离婚？我考虑考虑。这有什么好考虑的？我哪点比不上那个孬种？你说我改？不是这个。哦，对了，我爸妈呢？他们……哦，当时你晕过去之后，他们也跑了。他们是你父母，我心想着等你醒过来再告诉你。需要报警吗？以后再说吧。我现在对他们彻底失望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这辈子再也不要见到他们，不然的话，我只会被一次又一次的伤害。不是所有人都配做父母。以后我会保护你，
所以，乔姐，请你考虑考虑我吧。云玉居然会做早餐。拿回去吃吧。啊。这么顺手，你和云玉好像是生活了10几年的夫妻一样。好吃吗？好吃。你怎么这么厉害，这么会做饭？我还会更多，以后啊，慢慢做给你吃。以后？云玉竟然说到了以后，他的意思是想和我有以后。云玉好像是真的喜欢我。如果我现在告诉他，我就是他结婚3年的妻子，他是会开心还是生气呢？我要现在摊牌吗？云玉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喂，好，我现在过去了。公司有个新品发布会，我需要过去一趟，在家等我。好，我送你。那你快去吧，路上小心。先进去吧。拜拜。奶奶，奶奶，你不是在国外吗？你不是已经怀孕了吗？哥哥，你说是你自己坦白，还是让我来说？云奶奶是什么意思啊？她这是知道了，还是在诈我？奶奶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云玉不知道您回来了吧？我现在就去给她打一个电话。乔欣，你现在攀上首富云玉了是吧？难道你就不想逼宫上位吗？想啊。下次你和云雨上床的时候，想办法让她不要戴套，又或者在她的套上戳上几个洞。等你一怀孕呢，就跟她闹名分，到时候啊，你就是名正言顺的云太太了。对了，你呀，赶紧踹了现在包养你那个老男人，不然被云玉发现，咱们的豪门们呢，可又泡汤了。好啊，我要破坏别人家庭，要做云太太。还想装傻？为什么要假装怀孕？乔欣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对不起，奶奶，我和云玉不是故意要骗你的，奶奶，对不起。要不是我发现的早，你们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？我没有，还要狡辩，你是要气死我吗？奶奶，奶奶，欢迎各位莅临云氏新品发布会。乔欣，现在攀上首富云玉了是吧？难道你就不想逼宫上位吗？想啊。下次你和云雨上床的时候，想办法让她不要戴套，又或者在她的套上戳上几个洞。你一怀孕呢，就跟她闹名分，到时候啊，你就是名正言顺的云太太了。天哪，乔秘书和云总竟然是那种关系！赶紧平日里看起来冰清玉洁的，没想到背地里就是个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儿，一对奸夫。好啊，我要谁负责这一家？关掉！赶紧关掉啊！你走，现在怎么办？请问云总，您真的发生了婚外情吗？对于乔秘书的逼宫上位，你有什么看法？云总，请问刚刚的录音是什么情况？云总，请问刚刚的婚外情况你是真的吗？云总，请您不要逃避问题好吗？让开，走开！老太太心脏病发，现在在 ICU 里。老夫人一早回国，直接就到了您独居的别墅去找乔秘书。据说发生了激烈争吵，没多久老太太就晕了过去。据医生诊断，诱发老太太心脏病复发的原因是有人故意下药要害老夫人，而这个唯一有下药可能性的人，只有乔秘书。云云，
是不是你下的药？什么下药？你还装？当时只有你跟奶奶在一起，除了你，还有谁能给奶奶下药？那你告诉我，我下药的目的是什么？奶奶知道了你看似想帮我的妻子，实则居心不良，也担心你要用怀孕逼宫上位的事情被你们知道，自然不能让知道内情的奶奶活着。那些是假的，我没想那么做。我要是真想逼宫，我早就让你负责了。这只能说明低估了你欲擒故纵的本事。你滚！我不想再看见你。乔小姐，你涉嫌故意杀人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谁报的警？当然是阿玉了。乔欣，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。今天这一面，或许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面。我没杀人，可阿玉不信啊。你放心，只要阿玉一出手，就算你没罪，也会变成有罪，让你进去好好吃一审判。江婉宁，今天这个局是你设的。你说什么？从我妈那儿拿到录音，然后剪辑一下，告诉云奶奶这就是所谓的真相，引得我跟奶奶争吵，让云奶奶找我麻烦。只是有一点我没想明白，下药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奶奶在别墅里只喝过水。水是没问题，但杯子有啊。我只是花了一点钱，让阿玉别墅里的佣人给杯子上涂上药粉，那老太太只要一喝，自然就会出问题。但就算她不喝水，我也不会让她从那个别墅里面活着出来。你好狠的心！随你怎么说，反正再过不久，阿玉就会跟我结婚。你这个没人要的贱货，给我有多远，滚多远！像他这种随意轻信别人的男人，我才不屑要呢。警察叔叔，我愿意配合你们调查。经查明，录音系伪造，乔小姐没有作案动机和工具，你可以回去了。太太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你帮我把这份协议书交给云玉。离婚？太太，您真的要和先生离婚啊？您这么好的人，肯定是先生有什么误会你的地方了。这是我们早就决定好的事情。你等一下，喝点鱼汤暖暖胃。不行，我现在肠胃不太好，闻到这种东西就想吐。刘妈，谢谢你的好意，我走了。新月媒体吗？我要送你们一个大新闻。奶奶，你一定要醒过来。去。总裁，山庄的牛妈过来了，说是夫人的离婚协议签好了，她会送来。让她进。奶奶，你终于醒了。阿玉，你怎么看上去脸色这么苍白，瘦了？是不是没有好好吃饭？奶奶，你都把我急成什么样了？我哪有心思吃饭？我没事儿。那个丫头呢？那个丫头她没来看我。老夫人，您就别提乔秘书了，她差点把您害死了。什么意思？您的心脏病在国外治疗的效果一直很好，按常理来说不会轻易复发，但是乔秘书给您下了诱发心脏病的药，害你在 ICU 躺了3天3夜。云总但现在吃也吃不好。奶奶，是我识人不清，对不起。哎呀，傻小子，你的脑子里进水了吗？欣欣她没事害我干嘛？让你报警抓她吗？她有这个动机。您知道她居心不良，她要是想嫁进云家，您肯定会阻拦，她一定会除掉您这个阻碍。哎呀，她能有什么动机呀？她是你结婚证上的老婆，根本不存在居心不良想嫁进云家的事儿。奶奶，我怎么听不懂您说的话？
先生，这是太太签的离婚协议，说是让我亲手交到您的手上。什么？欣欣要跟这个臭小子离婚？等等，我老婆是乔欣，是我认识的那个乔欣吗？这我也不知道啊。不过我把您和夫人的结婚证给带来了，我记得离婚是需要这个证的，对吧？爆了，热搜爆了，乔秘书，夫人发微博了。唯一只有离婚的老婆，居然是乔欣。唯一真骂的孬种老公是我自己。那天我去质问欣欣假怀孕的事儿，她担心我的身体，就和盘托出了，包括你们3年前的协议。阿玉，你不要怪欣欣，欣欣是怕你让她赔那1个亿的违约金，所以才隐瞒身份出去工作的，只是阴差阳错成了你的秘书。哎，欣欣呢？我怎么没看见欣欣？被我赶走了。那你还不赶快去把她追回来？对啊，太太好像怀孕了。她上次离开的时候闻到鱼腥味儿，就干呕的厉害。这次怀孕肯定是真的了。我要有重孙子了，我要当爸爸了。臭小子，你赶快去把欣欣带回来。你要带不回来欣欣，你也不要回云家了。哎，等等，江婉宁兄妹和欣欣他的父母联合给我下药的事儿，还有他们造谣诽谤的事儿，你可要给我查清楚，不能让欣欣受一点委屈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敢造谣我老婆，害我奶奶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，马上去处理江婉宁兄妹还有夫人父母，让他们接受法律的制裁。明白。赶快去把欣欣给我找回来。奶奶，你放心，就算掘地3尺，把整个京城翻过来，我一定会带乔欣回来。谁呀？请问乔欣在吗？不在。哎，他去哪儿了？火葬场，袁总要去陪一个吗？宋小姐，我是真心想找他。你觉得我信吗？云总，3年前你把他睡了，拍拍屁股就走人，3年后把他睡完了，还要送他进去吃牢饭，有你这么欺负人的吗？啊！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就算把我打死，我也不可能让你知道他在哪。3年前那个女人也是乔欣，我一定会找到她的。乔欣，你到底在哪？整个京城我都找遍了，乔欣，你到底在哪儿？奶奶，臭小子，我有欣欣下落了，地址发给你了。真的吗？谢谢奶奶，掉头。来啦！谢谢，这花送给你的，我来接你回家。云总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请你离开。谢谢你听我解释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江婉宁。你再不走，我就报警。Beautiful life, 난 너의 곁에 있을게. 你这是做什么？谢谢，我爱你。你愿意嫁给我？ Beautiful life, 하늘 아래 너와 있다면 숨 쉬는 것만 살지 않도록. It's beautiful life.
我发誓，我再也不会把你弄丢了。